这天晚上，于右老又吃到良缘的鱼翅、烤鸭和瓦块鱼，俨然大乐。特别是他们陕西的蜜汁金枣，大有家乡风味。他说，少时做牧羊儿的时候就喜欢吃这种枣子。接着他就问惜春，荷花有没有消息呀？惜春说，明天可以答复你老人家了。我和钱化佛已经明白他们有故意拖延之意。第3天不得不再陪右老去走一次，哪里知道这天出版的《京报》，于一芬已把消息刊出，说是于右老花丛访恩人，并且把右老写赠惜春那副对联也注版登了出来。当时的《京报》销数很大。右老闻之，起初颇觉不悦，后来一想，却来访就亦不介意，而且说这消息传开来，也许更容易找到荷花的下落。这一晚，右老写字更多，群玉坊中人纷纷来求字，右老来者不拒，逐一问明名字，每人送一副嵌字联。正在大家高兴的时节，沈七妹翩然而至，打扮得珠光宝气，雍容华贵。一进门，首先见到钱化佛，就轻轻地对他说，想不到你会带于右老到这种地方来。大家知道他的来意，恐怕会闹出事来。钱化佛不出一声，只是指着我说，一切你可以问存人弟。我便把前后经过告诉他。沈七小姐展颜微笑，这时右老正在写字，见了沈七小姐，也搁笔问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沈七小姐很轻松地回答说，我来助助你们兴的。我在8岁时已经跟父亲到北方窑子里玩，所以今天我来并不出奇，而且等一下我还要写条子叫唐差呢。我观察沈小姐的风度，颇有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那般爽脆，而又兼有秦可卿的那般温柔。这晚明明来意不善，但却面无愠色，令到一屋子的人都佩服她的度量。我与华佛两人偷偷地走到后房去找于一芬，则问他何以食言把消息漏出去。一芬说，我是《京报》记者，有文必录，本想过几天才发表，但是因为缺少好题材，所以也就顾不了许多。相信于右老也是记者出身，绝不会见怪我的。我们两人此时已无话可说，不料一芬又讲出一篇道理来。他说，长三堂子妓女的芳名，向来不用花字，用到花字的必然是么二堂子的妓女，如兰花、荷花、菊花等，所以于右老要找寻的荷花一定也是么二堂子中的。现在惜春老六摊你们生意，所以一天天地拖着，绝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话，觉得颇合情理。待到席中人散，我们陪着右老和沈七小姐回家，在车中，钱化佛就把于一芬的话转告右老，右老就说明天起再也不去了。这段事情我原本可以不写的，不过后来几年，许多报纸都登出了于右老赠与妓女的嵌字联，读者以为右老经常出入花丛，所以我把这段旧事写述出来，表明于右老的进入妓院是为了要找寻一个曾经庇护他的一个妇人，因为这妇人是妓院中人，而他在妓院中并不像一般人的抽烟打牌、纵情声色，只是一味的当众挥毫，对求字的人来者不拒。这就是昌门中发现于右老手写嵌字联的经过。书生本色，一介部曲抗战8年，我与右老联络中断，接近胜利时，我和上海一届若干爱好书画文墨的友好，组织一个文酒会，名称叫做京社，取其经常集会之意，定每月1日举行。大家把1个月中所搜集到的衣史文物携带到会，以供大家玩赏。
参加经社的人有秦伯卫、程门雪、张次公、盛心如、徐小普、叶锡春、方慎安等。不久抗战胜利，气象一新，一次集会，徐小普倒会展出铁券8件，最古的一件是汉高祖颁赠功臣的，功臣受到这个铁券是永远在不杀之列。铁券上面刻有姓名官职，有一件是唐代皇帝颁赠给一个御医的，他带了这8件珍贵文物来参加，我们眼界为之一开。我就提起从前于右老送给他那件文天祥长卷，是否可以在下次集会时带来给大家欣赏一下？徐小普皱着眉说：“我的老宅在虹口北四川路附近武昌路，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占去了，现在胜利来临，这所旧宅又被军人所接收，坚持不肯发还。我正为了此事头痛非常，因为讲定下个月份要我筹出金条30条作为酬劳，才可以发还。这300两黄金筹集不易，我只是一个小儿科医生，生意虽好，要我出300两黄金来赎取这屋，我是极不愿意的。”我说：“于右老和你极有交情，而且他是监察院院长，何不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？”他说：“我早已向行政院、监察院以及敌产管理处交涉之在，因为事关军队霸占，3令5申都说应该发还，但是没有金条，总是不得要领。”我说：“等下次于右老来上海，我陪你同去，看他怎样讲法。”隔了3个月，于右老果然到了上海，住在碧勋路、金汾阳路监察使署。我就同徐小普去拜访他，右老正在进午膳，吃的是很简单的2菜1汤。徐小普就把武昌路老宅被占的事面告右老。右老说这件事早已命令发还，何以至今尚未办妥？徐氏便告诉他霸占的人赖着不肯走，勒索30条金条才肯迁出。右老听见这话，怒火中烧，说：“明早8点钟你到我这里来，我陪你向最高当局去申诉。”徐说：“好，我决定明天上午停诊，专门来办这件事。”